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0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1月9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19.75，收盘价是209.9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0.80，最低价是在206.68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1.415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1.32倍量增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，双线是趋于合拢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向下反转。MACD快线转折向下，双线也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的股价在向多头趋势的转变发生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11月9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横盘后向下的突破这样一个位置。那当日的这个 K 线的收盘价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并且回补了一部分下方的缺口。那当日这根 K 线又留有下影线，说明下方有一定的支撑。那出现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，虽然是有支撑，但是伴有大的成交量，那通常情况下，日后股价一定是会继续下行的。那么日后如果股价不跌破这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206.68，那只要股价不跌破它，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否则股价会继续下行，那么它的目标一定是194.07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1月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，收盘价会在228。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横盘，收盘价会在221.50。实际在11月9日收盘价是在209.98，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下跌，或者叫补量的下跌。那它的收盘价我们会看到跌破了我们设定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11月6日这根叫做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的最低。那也就是说确认了股价将会变盘向下。好，那因此呢，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。那由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已经跌破了这第一个目标，我们先把这条线删除。然后呢，我们再来看，那目前股价我们在前一期视频说了，只要确认了反转向下，也就是跌破215，那么股价下行的目标一定是194，所以194现在又成为了第一个目标。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，跌破194之后，我们会看到会继续自7月19日以来的这个空头的趋势。那么这样一来，股价下行的目标只要跌破194，它的目标一定是152。那么我们还会给出中间的目标，就是178，178只是一个支撑位。好，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194、178和152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26，是前高，因为只有站上这个位置才能瓦解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。但是我们说股价在
目前股价的位置，如果上行在到达226之前啊，是有很多的强压力的，各条均线值是强压力，同时呢，这根含有下影线的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20，这个位置将是一个非常强的压力。好，那第一个目标如果226如果站上呢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236，这是也是强压力，然后是257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说明。然后呢，对于11月1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是这根实体还有下影线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是在206.68这个位置。我们下移这条是观察线，之前我们给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对，是在这个位置。那么股价在11月9日盘中是在它的下方运行，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所以股价会收低。那么我们再把这条水平线放到206.68这个位置，对。好，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的解读说，通常出现这个横盘，然后再向下突破，通常情况下股价会继续下行。但是这根 K 线啊，它有一个较长的下影线，说明是有一定支撑的。那关注这个点的位置就是，股价如果继续下行，只有不跌破这个位置，才有可能出现反弹。对，那大概率它是会继续下行的，因为目前股价下行，实际上它第一个目标就是站上前低，也就是跌破前低，然后194。那在盘中，我们说11月10日，如果股价一直在前低的上方运行啊，我们认为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或者是反弹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206.68的原因。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之前我们在11月1日有5%的进场抢反弹，11月2日有10%的加仓，一共是15%的仓位。那这个仓位是成本价是在215附近。那我们给的获利目标都是在220，是在叫做219、220到222。那之前的4个交易日啊，股价都到达了这个位置，对，也就是都会有获利出场的机会。那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是等待继续加仓做多的呢？我们在前一期视讯给出的止损位是215，所以目前股价已经跌破了215，那么这个仓位应该，如果盘中没有出场，那么现在应该是即可出场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的描述。那目前在股价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做多的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看空头。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11月10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继续有空头进入，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说下方还有一个200关口，然后呢是194，这是空头的2个目标。那么他们要守的位置就是上方的22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1月10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13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17到218之间。那么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位置，这是也是一个强压力。然后第3个压力位就是
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21附近。好，那我们给的压力位呢，先围绕着这根 K 线给出，当然再向上是226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前低206，就是下方的这个缺口，然后是200关口，在这个位置，第三个支撑是194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11月1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一个小幅的反弹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，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到达20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15。然后收盘会收在212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0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否则呢，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12。下方最低会到达20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08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如果是这样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2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下跌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11月10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